国人于白在台湾前后住了15年，算是老台北了。他常拿着底片相机，在大街小巷中游走，探索他认为属于这个城市独有的不明的美。因为我是巴黎人，所以我习惯在一个很美的一个环境就是过生活。那我到了台北，虽然它的美丽不明显，但是我感觉到它有一个生命，它有很多的地方会让我喜欢它。基本上我这个人对老旧的东西很强的兴趣。对我来讲，老旧的东西有一个生命感，因为你可以在它的上面就感觉到时间过了。我的目标就是去了解它的过去，再能够创造一个将来，再能够欣赏这个现在的时间。那我就是后来就是一次拍台北，就发现了它其实它的最强的魅力就是属于它的人民，属于人民在这个城市空间怎么过生活。其实很多人都在那些老巷子里面，就是怕私人和公用的空间就是混在一起，想过一个舒舒服服的一种生活。对我来讲，这是很新鲜，因为巴黎的这个环境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，我被吸引了的很深刻。然后我发现了，其实他们的这样子的生活模式有它的一定的魅力，会让这个台北市的特色慢慢的发光。那时候就是我想要记录下来那些状况，然后我又就是越拍越开始可以去理解，这个美丽到底在哪里。我就是用底片，因为底片有它的第一有它的一定的魅力，第二，底片会给你创造一种心态，你知道你有限，我希望有这个危险性，我希望有这个压力，我希望有这个线。对我来讲，拍照也不见得是把东西美丽化。对我来讲，拍照只是拍到人家感觉到看不到的东西。在这个过程上，其实你要跟你心理上的情绪，跟你心理上的这个世界做关系，让人家去理解你脑袋有什么样子的东西，创造一个人家可以开出来的一个门到你的心理上的这个世界。我不是在拍明信片美丽的一个大家可以知道的一个风景，我只是希望到这个台北的这个城市的最后面的最深的部分，它其实有一个会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美丽。当你是想要抓到台北的不明显的美丽，你还是会在这个路上会遇到一些困难。在拍的图片上面，人家也不见得会感觉到的跟你一样的深刻，所以我后来就去想，有一些地方其实有能够代表这个生活模式。那如果我不是白天当它最热闹或者人最多的时候拍，去晚上拍那些地方，我也许可以就是来让大家感觉到最强的魅力就是在这个生活模式上。我发现了，其实台北有很多的空间，就是拍很多的椅子，看到那些椅子，你立刻可以想到白天的时候有很多人这样子坐下来，好好的过生活，舒舒服服的，只是把这个空间当作他们的自己。那为什么我被那些放在公用的空间的椅子吸引到？因为在法国，我们会分得很清楚，公用和私人的空间，我们不见得会
把它混在一起。我注意到在台北就是很不一样，台湾人的一个习惯会把私人的空间和公用的空间合在一起，所以我完全被吸引到。另外一部分为什么用晚上拍那些？因为其实我是蛮担心台北，因为它的就是都更方面一些现代化的趋势方面，就会失去了这个美丽感，这个生活模式的美丽。所以我是用晚上拍的，就是来强调这个它其实也许以后会不见了，或者也许明天不见了。我在梦中就是感觉到那些这么美的生活方式。在台湾其实最有趣、最有它的特色、它的美丽就是那些老大楼。但是因为就是社会上的一些需求、经济上的一些需求，那些老大楼就都过了都更被拆了。然后有很多现在新的比较巨大的一些社区慢慢的出来，对我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趋势，因为那些新很现代化的那些大的社区，其实它会破坏本来这个台湾的这个生活模式的美丽，它会破坏人及人的这个关系，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了去派他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担心，来跟大家分享它的又巨大又臭的样子，然后就希望不是台湾的将来，希望台湾就是会避免创造这样子的很巨大、很不舒服的这种真实环境。老东西它是带刺的故事，带刺的深度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跟过去和将来的一个宝贵的关系。当你要往前走，你必须知道你是哪里来的，然后你的以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，你才能够很有自信的往前面走。如果你一直忽略你的过去，你怎么去面对你的将来？我就是必须记录下来我喜欢的那些不明显感不到的东西，来让我自己快乐。就是像一个呼吸一样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去做的事情。